把时间浓缩成你抬头的一个瞬间，你就能看见古树。他们在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他们能感知到的一切信息。在这片土地上，年轮无声，却晕染着属于中国的那些生动故事。古树在说话，一圈圈绘满成画，千年风雨吹不散。一句中国话，你把悲欢写在吧，把希望聚在挚爱，拥抱你的人啊，听见中国在回答。古柏也许不是简单的一棵树，而是华夏文明挺立着的历史。5000年前，当皇帝的手把幼苗按进黄土，文明的重量随着根系开始蔓延。很多年后，你站在树下，看到的也许不仅仅是枝叶筛落的阳光，还有祖先的凝视。皇帝手指柏是很神圣的一个树，我是非常有幸能够作为它的保护者之一。我们经常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，活的见证就是这个古树。皇帝手指柏应该是现在最能见证、最渊源、最悠久的一个树木了。古柏的根紧握5000年前的土壤，枝叶却陶醉在今天的空气中，这让历史的缥缈变得可以触摸，可以有趣。在中国现存的500多万株古树里，超过5000岁的只有5棵，竟然全是柏树，还都是侧柏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株古柏，约5000年，学名叫侧柏，是北方地区典型的一个乡土树种。过去在黄土高原，柏树是很常见的一种树种，也是黄土高原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森林树种。由于其木材坚硬、耐腐、根系发达，再加上其耐旱、耐寒、耐积薄等生态学特性，这些特性造就了侧柏的长寿性。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，可以生长在许多严酷的环境当中，
比如说3两、虎牙、石牙，甚至过火后可新生。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松柏之治。汾水县虽然小，人称圣地，有文祖造了字，名扬天下。苍生也曾造字，万代文化出生地汾水县杨屋老家。这棵树就是我们全国5棵5000年柏树之一的仓颉手指柏。相传它是皇帝的史官仓颉亲手所植，也是在他的见证下，仓颉观鸟迹虫文，创造并整理出了中国最早的文字。在我们仓颉庙的前殿就陈列了一通碑石，名叫《仓圣鸟迹书碑》。仓颉所造文字流传下来的这28个字，这是中华文明黎明前的第1把篝火。传说他亲手种下的柏树，作为时光坐标，让后来者得以看见，远古并非神话，生命曾经在场。我是18年大概9月份到这边就工作了，来了之后，反正第一眼进来映入眼帘的先是这些参天古柏，觉得特别的震撼。5000年的一个参颉手指柏，跟我们中华文明几乎是同岁的。我们这边当地有特别多的一个村民，他就在我们仓颉庙工作，他们也是作为仓颉庙的一个守庙人的后裔。我们家就是世世代代为苍生爷守庙的，这个是东汉延禧5年记录祭祀仓颉盛况的壁石，这上面有富民5家。当年祭祀仓颉活动结束了以后，从我们村选了5户人家，这5户人家免除了徭役赋税，让他们守庙护庙。我们仓颉庙历朝历代它都有对于仓颉庙的一个保护，包括我们近代的话，就是在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当时为保护我们仓颉庙的古柏，也是立下了一道保护文物的手令。时间跳转到1948年冬天，当时西北野战军指挥部就设在仓颉庙，有战士为生火做饭，攀折古柏枝桠。彭德怀司令员听闻之后，就专门签署了仓颉庙古柏保护令。这段故事至今仍有亲历者。他们有个炊事班，为了生火做饭，他那个架子把这个杆子一搬，把这个杀下来。但是彭德怀是知道这以后，他就颁布了保护文物遗址那个规范。如今，黎明所在的这片黄土高原，已渐渐有了新的绿意。近2年，手指柏它长出了很多的小树苗，手指柏的子种它的活力是非常好的。2020年，仓颉手指柏子种搭乘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进入太空，开启了航天育种。一部分太空柏苗已回到故土，在古柏旁茁壮成长，准备迎接下一个5000年。《论语》里面讲：“岁寒然后之松柏之后凋也。”古柏它是四季常青树嘛，在中华文化中它是一种精神的象征。
象征着文明积淀的深度与传承的韧性，厚德载物的包容与持久。古柏彰显的不是刹那辉煌，而是中国文化、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。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拂晓时分。黄帝和仓颉的一转身，部落时代的篝火燃成余烬。旷野中飞舞的火星，点燃了秦人的希望。公元前316年，秦王的目光越过秦岭，落在蜀人开凿的金牛道上，而臣民们也追随着王的雄心，来到这片美丽的土地上。翠云廊呢，有着蜀道明珠之称，它是金牛道上最精华的一段，是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。最早一次栽植呢，是在秦始皇时期，一直到我们如今。蜀道狭义上讲，指历史上连接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，翻越秦岭巴山一系列关衣大道的统称。其中金牛道在众多蜀道当中，其自然景观和历史价值最具代表性。翠云廊就在金牛古道之上，先有金牛道，后有翠云廊。翠云廊该有怎样的想象和填满脑中翠绿的诗意，才能想出这样的名字？清代建州知州乔波以翠云廊苍烟户，苔花阴雨湿衣裳，回柯垂叶凉风度的唯美，从此定格。翠云廊在我们建国县境内一共有151公里，涉及9个乡镇，现存古树7804株，其中古柏7778株，最长树龄是2300年，平均树龄都在1000年以上。它叫拽大柏，要6个人才能合起来。它叫张飞柏，据说是张飞任巴西太守时所植。它叫夫妻柏，象征夫妻恩爱，白头偕老。它叫建国柏，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株具有松树和柏树双重特性，妥妥的国之珍宝。同学们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这个树它最怕什么东西？对，最怕火。一颗火星可以毁掉万亩林区。我是今年退休的一名森林警察。我过去的主要职责是森林灭火、保护古柏，给群众讲解森林防火知识。我们建国的古柏守护了这条蜀道1000年，而我仅仅是他们历史长河中38年的一个守护者。守树这件事，老祖宗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，而且每逢新官和旧官交接人，都要清点好当地古柏的生长和生成情况。我们建国县在不断的创新和完善交树交印制度。点树交印
这是延续了500多年的一个庄严仪式。新官上任，得策马300里，一株一株的清点古柏，记录在册。离任的时候，将携着继任者再重回到林中，依着册子核验，树木无损，那才能将官印郑重交接。一任县令，也就不过短短数载，一株古柏却历经了无数的寒暑。正是这种让人感动的坚守，让7000多株古柏木在历史的尘烟中傲然挺立。我们翠云廊的古柏，它是自然生态资源，也是历史悠久的文化载体，是一部活着的地方史。历经多少年呢，来讲述人类发展呢、文化变迁呢，保护柏树，也就是象征着我们对家园故土文化的守护与深情。虽然我现在退休了，但是我还是很留念这片土地。我守护了他们38年，柏树还有下一个1000年，我们还有下一代，也要继续的守护他们。岁月在更迭，看日记的人成了写日记的人，写日记的人成了日记里的人。今天我正式将我的巡抚工作移交给黄玉军同志，希你继续尽职尽责，守护好翠云廊。移交人杜文波。我一定传承保护好这片土地。黄宇军。从明代官民相禁减伐的禁令，到今天系统化的保护制度，在绵延300里的苍绿中，守护就是这里固执的传承。古树在说话，一圈圈回盘成花，千年风雨吹不散。你把春秋写在爸爸朝代，可敬之啊，仰头的人听见自己的回答。江南，那是空气和水波里都荡漾着灵动的地方。这里的柏树会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和翠云廊的绵延醇厚截然不同。是不是人类总在群体共振与个体觉醒的张力间寻找平衡？相传2000年前，东汉大司徒邓禹在苏州手植下了这4棵柏树。岁月荏苒，其中3棵柏树接受了雷刀电斧的洗礼，竟也都存活下来。残存的树皮上抽出了新的枝桠，上演了一场生命突围的好戏，活成各形各态。乾隆皇帝
南巡至此，也被它们的形态所震撼，就赐名青奇古怪。青柏茂如翠盖，奇柏半朽如掌，古柏起丝螺旋，怪柏卧地三曲。我特别崇拜两个老师，有一个胡冠中，一个黄永玉。1973年的11月11号，我带他们第一次到这里来画青奇古怪，一直画到5点多。黄永玉第一句话就跟我讲：“明义啊，我今天的力量没用完。”因为他看到这个树太伟大了，太感动他了。这树啊，似乎总与画家有着某种特定的缘分。青奇古怪，这4棵柏树肯定是挑剔的。他们选中了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一位狂士，一个顽童。这一场跨越2000年的美学盛宴，真是棋逢对手，恰逢其时。黄永玉画喜色的，再优美的姿态一定不能让它变形，那它跟真的有出入。黄永玉说：“我画过多少树了，我最喜欢画树了，但是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好看的2000多年前的汉代的柏树，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都在这4棵树里头体现出来。”胡冠中呢，再有抽象的，他就要拿抽象的形态更充分地发挥它的魅力，更美，更有富于代表性。胡冠中到青奇古怪大概来了4次，他说：“这树的精神啊，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国气，中国人积累，中国人什么困难都克服得了。”青奇古怪，借来人间4两墨，再以吾皇两杆笔，一笔落下，满纸行魂。可是破呢？1955年，刘海粟来了。年近60的画家，面对4棵古柏，展卷挥毫，一气呵成青奇古怪图卷，并在画尾题下：“青奇古怪去如此，烽火雷霆劫不磨。”我父亲呢，他说，1000年的古柏还在发芽，在蓬勃，非常旺盛的这个气象。他说，我也要像年轻人一样，精神勃勃的来展示我的这个艺术的创作，来支持我的精神创作。所以他喜欢画这个青奇古柏。57年的时候，他中风，半身瘫痪，这对他的打击很大的。但是呢，他说一个人的身体瘫痪了没有关系的，但是一个人的精神千万不能瘫痪。就是我们的松柏树，它尽管这么老，但是它还是屹立在那里。就是我们的精神就是要像它这样的生存下去才有意义。青奇古怪这4棵树，硬生生的在岁月中活成了一座美学丰碑，每天在温柔地注视着江南烟雨。后来呢，到他晚年，他还想画青奇古怪。后来可惜他就是晚上身体有点状况，不能再来了，所以他蛮遗憾的。他还念念不忘守住这个4棵大树。说明我们下一辈的画画的艺术家要学习长辈们的这种
坚韧不拔的为艺术奋斗一辈子的精神。柏树呢变幻莫测的这种形态，恰恰也是呢在形象以外的一种精神的传达。柏树的坚韧和人经过波折之后能够挺拔不屈的精神啊，达到了高度契合，鼓励人们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要保持昂扬的斗志和生命的活力，而这种契合就是我们对人生哲学的诠释。清奇古怪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一个高峰，也可以讲是里程碑。在清奇古怪的形式构成当中，我们已经体会到了这个文化根脉生长在我们的基因里。文人士大夫为家国情怀、对于世事的感怀、对历史沧桑的感怀，都在这个树当中体现出来。很多年，这古柏树下站着的都是不朽与坚守，藏着的是诗画与哲学。那时间在他身上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呢？天水位于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，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。这里的清晨总会带着几分穿透时空的神圣感。天水伏羲庙，中国规模最大的伏羲祭祀建筑群，就掩映在一片古柏当中。据记载，伏羲庙原有古柏是64棵，现在存活下来的有28棵，年龄最小的是450年，年龄最大的是1000年。这些年呢，我们也做了一些补栽，目前呢总数呢是64棵。伏羲庙的64棵柏树对应的是64卦，因此呢，我们天水当地人把它称之为卦柏。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，伏羲的功绩有很多，画八卦，制定嫁娶的礼仪，教给百姓怎么渔猎、农耕。伏羲是一个时代的代表，是先民从蒙昧到文明的标志。伏羲文化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。伏羲的先天八卦里面所包含的辩证思维，这不仅是伏羲留给咱们中华民族宝贵的哲学思想武器，同时它也深刻地影响了咱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。天水伏羲庙的树，每一棵树都是一个文化符号，表达了后人对伏羲的一种敬仰、一种虔诚、一种缅怀。当树变成了木，柏树也会有新的形态。这是明嘉靖2年的作品，中间的这个龙呢，你看它是龙身，这个 S 型盘曲，是一种蓄势向上的这样一种姿态，体现我们中国人民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姿态。我们用这些枯死的柏树做了一些围栏，做了一些跪凳，相当于呢对枯死的柏树又做了2次的利用，其实呢也是对柏树生命的一个延续。你看那凿刀起落间，龙凤砍窗的雕工出神入化，
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巧夺天工，是不是也是人与树之间持续1000年的一种默契与约定呢？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的教科书。文字呢是一种符号，文物呢它就是一个实物。只有树木，它是一个活着的生命体，在它的年轮里一圈一圈的会告诉你，这一圈是汉朝，这一圈是唐朝，这一圈是秦朝，它记录了历史的一个活的史书。柏树它四季常青啊，寿克1000年呀，死而不朽啊，这是一种蓬勃向上、顽强不屈这种性格。我们说复兴嘛，中华民族经过几次苦难，然后又有几次崛起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。这个不朽用在事业上，用在一个民族上，用在一个国家上，它都可以。那么植物在生命里呢，柏树是最好的象征。当人类在感怀人生100年的时候，古柏像沉默的智者，静观1000年的风雨，将时间的抽象凝固成可以触摸的年轮。我们书写、解读它，我们欣赏、研究它，正是因为我们渴望拥有那样的一份从容。如果有机会站在古柏的面前，能否平静地自问，我们的生命该如何铸就自己的苍翠？山峰一层一层推着你的年轮向前走，心踏在你脚下，记得当年铁皮踏过的节奏。斑驳树皮里藏着小小的烟和旧战袍，孩子在你影子里追着一只炽烈奔跑。古树在说话，一圈圈回忆般成花，1000年风雨吹不散，一句中国话。你把春秋写在吧，把朝代刻进枝桠，仰头的人啊，听着自己的回答。古树在说话，一圈圈回忆般成花，1000年风雨吹不散，一句中国话。你把悲欢写在白，把邪忘句解呀，当初在说话，拥抱你的人啊，听见中国在回答。